恭喜你完成大老王课堂的学习。大家好，我是一休啊。现在是北京时间2025年9月1号。昨天大老王没有直播哈，我们还是看一下他就是上次讲的，我们不是说把第一个故事啊，就是一个家里面2个人得癌症，自己又得癌症的，我们继续再来看第3个这个片段啊，就是说大老王开始支招了，让这个女的怎么样走一条比较看似绝情的人生路，能不能在这种感觉是定数的命运的纠结底下，能不能走出来？有没有奇迹发生？有没有奇迹发生？能够在这个比如说7年还是10年以后，还能不能跟自己的小孩重塑这个缘分啊？有些事情命注定的。大老王这种他会掐指会算的人啊，他知道这个命运的一些走势吧，或者说有很多的案例，就给别人提前支个招，这就是一个活明白的人。然后期间的话还对这个王志安进行了点评啊，就会觉得王志安当时跟他老婆的这个事件中里面的表现啊，会觉得对方做的太过了，等到真的过世的那一天，成为中阴身的那天，回头再看，肯定会觉得会后悔的。具体大老王讲了一些什么，我们接下来看。拜山的建议，一会儿我会告诉你啊，你怎么办啊？然后再谈谈我自己住酒店的经历。24年我妈妈去世没多久，我回老家，由于坐了晚班机，我就在机场附近住了一晚，第二天早晨再回家。当时我本来就没有休息好，好几天没睡好。我住的酒店是朋友帮忙订的，太晚入住没注意，是个尾房，而且窗外就是立交桥尾。我还是一直失眠，到了凌晨4点，我迷迷糊糊就觉得床底下有东西爬出来，是股很奇怪的气场啊！我当时处于压床状态，不能动，虽然背对着，但是觉得这股力量呢，距离我大概50公分，也不再想进入我的身体啊。后来我不怎么害怕了，就觉得这个灵体没什么恶意。终于熬到了5点多天亮，我挣脱了压床，敢坐起来了。我打开窗帘缓和自己的情绪，后来决定念《金刚经》超度这个亡灵。再后来就真不敢一个人住酒店了，也请老王哥给一些住酒店的建议啊。那住酒店建议什么满网都是啊，别住边角房，别住电梯旁边啊。这个如果进去之前敲敲门啊，如果你感觉到屋里有东西，你跟他好好商量。你说我就在这打一宿监住一宿店，我也付了钱啊，咱们远无仇近无冤，你别来吵我，我明天就走了。哎，这就都是这样嘛啊！谢谢您的抽空阅读，那就把他当成个客人就是了啊。你当成个人啊，人怎么不生气，你就怎么跟他聊，你别让他生气得了。谢谢您的抽空阅读，您能知道不胜感激，很高兴这个世界上有机会能够认识您，真的，可能每天看您视频的原因，觉得您都特别熟悉啊，像个老朋友。最后祝您身体健康，越来越年轻。谢谢你啊！我们接着就是讲你的人生啊。你为什么你也癌症了呢？就是因为你跟你老公的缘分尽了。就是他是个债主，他收债收足了，他说我走了。那你这个还债的，你在这儿待着干啥呢？这就是你为什么得癌症。你听懂了吧？因为你俩来这一世上，就是一个是欠债的，一个是还债的。他如果一直打你，一直闹你，你俩就百年好合。你俩这个就是叫什么三角债，利滚利，债滚债，你俩活到80、100去了。那在这一世的这个俗世的眼光，就觉得你们好幸福啊！你们在一起活了很久啊，阳寿很长。但是其实你们两个去世以后，可能觉得你们活着的时候，其实也不是那么就是 enjoy， 对不对？不是那么的舒服吧？
所以呢，其实呢，人世皆苦，生老病死啊，结束呢也就结束了，这是《金刚经》告诉我们的道理啊，也是你读的这些佛经告诉我们的道理，就是人世间没有那么多的执念啊。如果说作为你这一生来说，可能你现在不想走啊，最大的老王有话直说啊，因为咱们也不用弯弯绕，就是你的时间到了。我虽然还没看你的八字，但是我现在基本上就不用看，我都知道你的时间到了啊，就是几年的事儿啊，可能这个几都不是5以上啊，就几年的事儿。为什么？这就像功不离婆，秤不离砣嘛，秤没了，你易拉罐和易拉罐上面那个环吧，那易拉罐喝空了，那环肯定就扔了嘛。所以你们两个缘分尽的那天，也是你们阳寿尽的那天，这都是进入倒计时。阎王爷城隍庙那生死簿上已经开始给你们进行倒计时了，这是你得癌症的原因，所以你怎么治都治不好，所以你也不用治啊。那么说，那我儿子怎么办？我儿子怎么办？我这个是放不下的唯一的东西，我相信是唯一的东西。那么如果你真的是放不下你的儿子的话，那倒有一个法子。其实我刚才说到李叔同的公案案例的时候，其实我已经给你点醒了。你也是一个有佛缘的人，你自然知道该去哪儿，哪儿让你舒服，哪儿让你心安，你就要去哪儿。走之前告诉孩子，10年之后，如果我还活着，一定会来找你，把孩子安顿好，就像死了一样。你可能能度过此劫。如果你还住在广州，还住在红尘中，你不用想，你将来病好了还能上班啊，你可能没有机会了。那么这个人呢，就是这样，人命就是这样，他不能面面俱到，它是一个平衡。当你要寿命的时候，就不能有陪伴；当你要陪伴的时候，就不能有寿命。因为你的命数就是这样啊，命中注定就是没有陪伴，就必须要去死了。这个孩子就是你们这个孩子，他命中注定就是个孤儿，他的六亲缘非常薄啊，出来之后就要把父母都克死了。那么你必须要逆天改命的需要多大的能量呢？就是奉献自己啊，就是不是说阿弥陀佛放宽心啊，这是扯鸡巴蛋，放不宽，搁谁搁那儿他也放不宽，只有借助外力啊，就像你说的，你像我们这个教友，这个女教友说啊，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好难。我给你们讲人生的时候，我都给你们讲，没有外力，你是改变不了轨道的啊。人生这个轨迹，从生死簿生那天到死那天，它就像一个行星，太阳绕地球，地球绕太阳，月亮绕地球那个轨道一样，它改不了。你想改，要有巨大的外力，比如说死里逃生，比如说破产进监狱，比如说这个得了癌症，然后这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改变你的命运。否则的话，你就不会，那个惯性会拖着你在那个圈子里边去绕的。所以这个事儿呢，就是你这个命呢，如果改只有这一法看你做得到做不到。如果你我真做不到，我真的是舍不得我儿子，那你就时间就短那说老王，那我一定能做，不是一定的这个只是一个方法只是一个可能性。但是呢，如果过了这10年就是7到10年一个运数过了这10年如果你 lucky 一点，7年就过去了，你可以再跟你孩子再续你生死簿就改了你已经从尘世间的人变成了佛教中的人你的这个，换句话说，你的那个档案就给你提档，给你换走了当然你说基督教行吗？这更行了，那走得更远了。但是我担心你没有办法移民了，这种情况走到意大利去，然后进入到意大利一个修道院去了。那第一，我估计你也没有那个气场，你也听不懂但是你身体肉身已经承受不了这种颠簸和这种适应了所以呢，你就去五台山挺好的你就去五台山吧。好了我希望
这个教友的故事呢，能够给大家带来思考啊，就是夫妻两个之间的缘分啊，就像我说的，父子母子夫妻啊，还有这个缘分是天定啊，就是一群互相感兴趣的灵魂啊，纠缠往复。既然有了这样的关系啊，既然有了这样的这种灵魂之间的契合度，就不要打打杀杀的啊！即使离婚，也好聚好散，不要是抓奸的时候往死里干啊，然后离婚的时候就是把对方就是啊，我又开始骂王志安了，王志安，你得不要那么干啊，没有意义。你死了之后，你作为灵魂，你再看望乡台上看的时候，你会非常后悔，他自己怎么蠢啊！所以，都知道这个夫妻两个的缘分啊，一旦结成了之后啊，不一定是只有一对夫妻啊，这一生有夫妻缘分的有很多的，有显性的，有隐性的啊，有怦然心动的，其实是隐性夫妻，只不过一夫一妻你做不到，但是都要珍惜啊，都要珍惜。当其中一个断了的时候啊，一定要知道另一个会受波折影响的啊。有的人是波折影响很好啊，如果是那个互相克的那种关系啊，不是报恩来的，是报仇来的。一个走了之后，另一个就是春天到了，也有好多这样的案例。就自打老公死了之后，这女的就是我操，春天就到了啊，或者自打老婆死了以后，这男的春天就到了，有好多这样案例，我身边就有啊。他老婆一死，某叔叔，就是某叔我父亲那一代的，我操，那家伙阳光灿烂，活的是之前病病殃殃的啊。好嘞。只是日过的算夫妻吗？那不算啊，不算，必须要有长期的日久生情的过程啊，并且有长期的同居的这样的这个关系，这才算夫妻。那个不至于吧？那不算夫妻的啊。好嘞，我们看下一个。大家看完了大老王的有什么感想？所以说，有的时候讲有一种爱叫做放手。可能也是在这个层面上来讲，你要透过外表看内在，或者说你站到更高的层面上去看。对于这个母亲，她对自己小孩的牵挂，你越放不下，有可能到时候走得越快哈。这个缘分，这个叫缘起缘聚啊。缘散就分开了，所以说，如果说他越放不下小孩，现在又拖着一个病体，一定要跟小孩在一起的话，有可能不光光是压力啊，生活上的压力啊，种种啊，从现实里面讲，可能走病痛的折磨啊，后面进入到一个类似于持续循环一样的，精神更不好，带小孩压力又更大，以后工作估计还要丢了，所以说从前景来看是很不好的。大老王讲的是叫他皈依我佛，可能就是直接放手哈，早解脱晚解脱，你直接放手了一搏，是不是能够改天换命啊？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按照历史上的公案来讲，当时他讲了哈，就是有一个叫弘一法师啊，其实前面也是有个日本老婆，又有一个中国的老婆，可想而知，是吧？别人弘一法师俗家过得还是很精彩的，但是后面估计也是进入到一个可能命中注定，如果说他不皈依佛门的话，有可能在走尘世可能会短命啊，或者说很快就走掉，这也是一种人生的选择，一种自费的选择吧。如何取舍，还是要看自己的修为和见识。